意图复兴妖族，今日竟将目标盯上了。师傅，还不够快，再快点，再快！纸人1号，出击！没想到堂堂天庭水神，竟还有纸人化身在此处。路亚，妖族与天庭已停战数百年，莫要因一己之私挑起两族战火。满嘴道德仁义，心里却全是算计。纸人2号，出动！好在提前安排了纸人化身保护师。我的目的当然不是跟陆压拼个你死我活。纸人1号被毁，纸人2号和师傅一旦被追上，必定……要再快点！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师傅，
好机会，让所有人的注意力在友情悬崖这个吸睛器身上。北俱泸州，我来了！嘿嘿，小琼峰李长胜，你给我停下！你一个化神九阶还敢去北周？我看不用到北周，你直接在第4关就挂了。九九师叔，弟子要去北周寻一味草药，门内并未限制化神境弟子前往北周，还望师叔莫要阻拦。你师傅呢，让我盯着你别乱跑。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，那这测试就得改一改。在我手上坚持1炷香，我就放你去。当然，我不会用我的本命法宝，你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如何？弟子愿意一试。阴盾，木盾，土盾，金盾，哎呦我，哎呀，你，水遁，又是遁术，烦死了！破天峰单人剑阵，星罗密布，被这一周击中，几个月都别想下地。学长师叔出手也太狠了，游龙探人步。赢了，赢了！什么？你小子鬼花招可真多！我告诉你，北周可不是什么善地。你要是死在我队伍里，你那个废柴师傅肯定会跑过来哭哭啼啼的，想想就烦死。师叔不必担心，我已在遗书中承诺，绝不让师叔承担任何责任。记得跟人跟紧点儿，你个化神九阶。师叔，你听我说。此地乃乱帐宝林的外围边界，凭这几个人反虚境的修为便可应对，而我则要穿过乱帐宝林。先找机会脱队，再设法摆脱跟在空中的师叔。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我和玄雅师妹要找焰火明心草，王姬师兄陪亚儿师姐走另一条路。长寿师兄，你呢？
各位，多多保重，不必担心我。终于找到这小子了，居然已经跑得这么远，一个化神9阶的还敢往里横冲直撞，赶着去找死啊！再往里走会更加凶险。若非已无他法，我也不愿来此。还是再来一手。这就是蛛丝捕捉的杀意来源。此行果然被卷入了奇奇怪怪的事中了。此人身法利落，气息凶悍，应该是关于刀剑甜心之类。初步判定为反虚6阶。这家伙可能隐藏了一些修为，但只用身法追赶，而非御空飞行，成仙几率极低。2次判定为归到6阶。跟得这么紧，恐怕他有什么能追踪我的手段。嘿，虎形轮转，厚德化生，重着无阻，屠者在中。幻天宝伞，开！哈哈哈哈！区区仙界就想困住我吗？第一步，封锁空间，以图制敌。小子，死期到了！第2步，摄心夺神，身有道效。第3步，渡人往生，消灾祈福。
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修行本是掠天地之灵气，如今也算归于自然了。损失一个纸人，不过有这家伙的储物戒指做补偿，总体还算不亏。友情悬崖，创伤都避开了要害，暂无性命之忧。他应该是动用了什么逃命宝物挪移了过来。毒雨要来了，如果救他会耽误找毒草。师兄，快走！唉，相比起自家不省心的师妹，果然还是友情师妹靠谱得多。带你办成吧。他们很快就会追过来。这里是……是长寿师兄救了我，他真是个好人。这些伤口都是……不过，长寿师兄似乎提过，弟子前几年突然有了被女子碰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。长寿师兄，你的病好了吗？一言赠师妹，人心隔肚皮，不可轻信之。下附地图一份，可绕路离开此地。原来如此，长寿师兄应该是觉得我误解了他的好意，才倍感痛心。长寿师兄如此仁善，友情悬崖，你怎可疑他？活下去，去揭穿元清的嘴脸，去报答长寿师兄这般仁善之人，去通知父王，提防恶贼，救援玉灵，牵连顾心。铸剑！火灵剑，起！好在友情师妹性格单纯，否则真是惹出大麻烦了。往后还是远离是非为好，小命要紧的。凭直觉判断，这边应该是西南方向。只要按长寿师兄的地图绕路，立刻躲开恶贼，一定要活着回去。晋北州找仙节草已经10来天了，
一点踪影都没有。奇怪，古籍上说能毒死原先的仙节草就在这附近吧？找到了，仙节草。按照绘制地图，友情师妹此刻应该已经走远，相隔千里，我可以静心完成目标。怎么又遇到他了？这个友情悬崖有毒是吧？干脆改名有毒悬崖吧！这里可跟我给他画的地图差了足足2000里。他是路痴吗？到底是救人还是救草啊？难道要我再犯一次大错？救人很重要，但成功后太高调，且仙节草会被那个大家伙吞噬。救草符合北周之行的目标，但有违良心。以你此时面朝为前卫，师兄，退向正位8尺距离，专注灵体。好在有长寿师兄指点。仙节草有剧毒，我还是再吃一颗解毒丹吧。别发愣，引他们去悬崖。跳！捉住他！三金碧波蛇尚未成仙，不是宇文灵的对手，你快离开此地。元清的修为虽比有毒高出一小阶，但却不如有毒稳定，短时间内两人难分伯仲。眼下得解决三金碧波蛇和宇文灵等人，拿到仙节草。对手。功力不备，无穿佛骨。竟是你！宇文灵至元仙境界，即便身躯受制，未尝没有其他手法，人需小心。眼下先解决此人。
天神出窍，万变破魂！呀！这是受死！让他燃尽三魂七魄，我也要拉你陪葬！失策！哪怕你法术与算计再厉害，但终究未成仙。只要元神回到身躯，就能转生。真元锁神，仙头去灭。元神碎片在摄神珠内很快就会消散，危机解除。毕竟是能毒死元仙的仙节草，小心为妙。采药不绝种，福元免损除。总算到手了，还剩最后一步。杨辉这种有仪式感的步骤，还是要亲自来做才放心。此次幸得师兄相救，我才能躲过元清与宇文林的围杀，留得性命。我修为不高，只懂些遁法，对战元清没帮到你什么。宇文林那家伙也是与三金碧波蛇同归于尽的，实在不必言谢。那个，有件事我想拜托有情师妹。但凭师兄吩咐，玄雅万死不辞。没这么严重，是我素来怕麻烦，不想引人关注。烦请师妹回禀师长时，不必多提与我相关之事。绝对不要把我扯进风波里，低调才能躲避因果。若能与师兄这样的君子互相引为挚友，当真不虚此行。师兄放心，玄雅明白。真明白了？实在是摸不准有毒的路子。外面有动静。
是门中派来救援的仙人到了吗？哎，找到了，玄雅在那儿和长寿在一起。一直不见踪影的李长寿，正好出现在有情玄雅身边，会是巧合吗？长寿，长寿啊！你可是小琼峰的独苗啊！如果有个3长2短，不是还有师妹吗？小琼峰就你们2个独苗了。师傅，你的身体？不打紧，闭关冲击成仙天劫时出了些岔子。师傅的道基损伤太重，保住性命已是惋惜，如何能扛过天劫？师傅，我们这是回小琼峰了。此次历练，你的心境出了些问题，好在并不严重。幸亏师傅还未成仙，探查不到我的真实状况，尚能糊弄过去。门内听闻历练之事后，打算如何处置有情师妹？副掌门体谅玄雅失职是被奸人所迫，只惩处他闭门思过2年。师兄，啊，你受伤了。让你照顾师兄，不是吵扰他。这几日好好休养，稳扎稳打才能平和心境，如此也好让为师安心闭关。师傅要继续冲击成仙天劫了吗？为师乃是门内众峰唯一没有成仙的峰主，实在无颜面对小琼峰列位师祖啊，总得在寿元耗尽前全力搏一把。都说天劫一刀，生死两判，万一……自古求仙渡劫，谁都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能在天劫中活下来。能度过天劫的修士只有1、2成，更何况师父早年道基受损，修为本就不太稳定，身患更比寻常修士弱了1倍，就这样渡劫，完全是必死之举。若为师撑不过天劫，小琼峰一应事务就交由你们打理了。师父，我和师兄一定会照看好小琼峰，你安心的走吧。嘘。呸呸呸！不准咒为师，万一真的死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反正为师闭关去了。师兄，师父他……我们得帮师父渡过天劫。成仙天劫对于所有炼气士而言，都是无法避免的历练与磨难。天道会根据渡劫者开始修道时的资质，降下不同威力的天雷。成则飞升成仙，败则灰飞烟灭。的天雷，师父能扛过几道？按照师父目前的状况，那以后就只剩下我跟师兄相依为命了。你是难过呢，还是装难过？这正是我冒险去北距泸州的原因。
只有找到它，才能在天劫之下为师父赢得生机。仙节草，这不是能毒死原仙的剧毒之物吗？哼，不错。但将仙节草加以炼制，就能成为骗过天劫的假死药——融仙丹。理论上，渡劫者扛住第一道天雷，自身便会产生一缕仙灵气息。若在这时服用融仙丹假死，冰解肉身，就能躲过后续的天雷，化作浊仙。虽然神通不如正常元仙，但寿元相同，还能继续向上修行。我们必须赶在师父的天劫到来前，将融仙丹炼制成功。这样，师父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有98%了。哇，师兄真厉害！拯救师父行动开始！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师父最近出关的频率好高啊！闭关都如此困难，渡劫只会更加危险。我们要加紧炼制融仙丹了。师父那么固执，要是知道我们炼制禁药帮他渡劫，所以不能让他知道。不仅是他，门内所有人都不能知道。等丹炉一事解决后，我们便要在丹房外布阵，防止泄密。丹炉，师兄你不是有一个吗？那个丹炉等级太低，不足以炼制融仙丹这样的高级毒丹。据我调查，丹顶峰的万灵云长老有1000毒百金炉，最合适不过。万灵云，好耳熟的名字。万灵云，毒经一书的著作者，精于炼毒，据说平日不近人情，且极其吝啬，难以结交。我们峰中的炼毒大家万灵云长老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。师妹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哈哈，说起万长老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在东海之滨用了他所创的断魂丹，我根本没办法接近他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把你给我的断魂丹都用光了，同行的弟子都被我惊呆了。兰陵娥，虽然我有意让你用断魂丹结交万长老，但也没有叫你把所有的断魂丹都用光了。你这个败家师妹！师兄，你炸我！师兄，万长老来啦！断魂丹怎么炼？回万长老，取灵活心金血3分，密屋断魂草4分，红鱼草2分，废寨水少许。若预算只有20颗灵石，如何炼制？好可怕的气氛！终极令色等级考试，应试技巧1：寻找共性，降低心防。他既然抠门儿，那我就比他更抠门儿。4分密屋断魂草改为5分寻常断魂草。10颗灵石了，不用花灵石，我与百凡殿葛长老交好，能以小琼峰灵鱼换他5分断魂草。养灵鱼也是一笔数目。灵鱼是师妹在喂养，她花的钱不能算在我头上。没错，就是我。灵活心金血改为灵狐粪，红鱼草培育10万年可得，废寨水可将旧鞋用狗尿腌制，算下来1颗灵石都不用花，就能用10万年培育一颗断魂丹。
万长老是不是生气了？10万年，长寿，你竟能抠到这个地步吗？应试技巧2，共有示众，借力共情。灵娥从不知师兄竟然这样节俭，想到师兄用旧丹炉，好不容易为灵娥炼制了断魂丹，灵娥却在东海之滨肆意挥霍，都是灵娥的错。我日子过得苦一点没什么，只要师妹好好的就够了。师兄，真是兄妹情深呐！万长老一句话都不说，不会是看穿了吧？保持冷静，随机应变。若论节俭，我还是不如你呀。完了，传说中的阴阳怪气大法。没有打探到万长老如此阴阳怪气，看来我搜集的资料还是不够齐全。这样拮据的生活，偏偏还有个挥霍的师妹，让你本就不富的生活雪上加霜。完了完了，千毒百金路无了，师父也无了。愧不敢当。万长老这啥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千毒百金炉。没想到我们真的打动了万长老。何止是打动，师伯说万长老对小琼峰的境遇倍感痛心，甚是怜悯。长寿不易呀！好了，也该让你看看千毒百金炉真正的模样。他们2个人呢？你浪费毒丹，该让你长点记性。11、12、13。师兄，人家看不动了。1。哎呀，年轻人真是血气方刚啊！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，这是我精心筹备了60年的原创阵法，与洪荒主流阵法横向分布不同，此阵纵横交错，环环相扣，甚至可以对付真仙境的仙人。师兄，阵法的威力不是与布阵者修为有关吗？我们都不是真仙，怎么困住他们？所以需要一个真仙相助，最好还是一个不懂阵法的真仙。99真仙境，不通阵法，破天峰忘情上人的9徒弟，与其师兄师姐合称9字9仙人。99就是被其中的959师这对道侣带大的。从同门成为道侣。
想什么呢？九乌，本次行动的重点攻克对象，在北周时他就对我起了疑心，贸然去找九九，必定引起他怀疑。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，引开九乌师伯。九乌阴险狡诈，普通的办法对付不了他。九九最近因被门内责罚戒酒而发愁，每日睡不着，一早起来就找九乌撒娇，九乌对此无可奈何。我们不如算好时间。正位冲一，对位推6，看位归4，离位进2。什么砍树做掩护，防止被师傅发现？我看他就是想和九九师叔单独相处。臭师兄，给我断！年轻人真是生龙活虎啊！师兄，快让人家看看这阵法到底什么样。多亏了九九师叔用仙力稳固阵基，我这大阵的构思才得以落实。大阵已经建成，是时候炼制融仙丹了。可是，怎样才能让九九师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炼制融仙丹呢？他不懂阵法，不也同样打造出了这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吗？圣门到底在哪里呀？阵法什么的真是烦死人了！融仙丹炼成了。这就是培元丹啊！总算走了，幸好在炼成融仙丹时，及时解除大阵，避免了迷阵变成杀阵，暴露出我更多底牌。咱们说好的，炼成培元丹后，你要送我1年份的佳人酿。放心，除了这些，待1年后师叔戒酒期过了，我埋的恒河水老白干也送给你。以后还有什么要帮的，都包在我身上。师叔，若有人问起您这段时间在这里做什么，请您反正九九师叔所知有限，让他如实相告，应该能解开今日的误会。至于融仙丹，虽然炼成了，但服用此药的前提是，师傅必须扛过第1道天雷。如今渡劫期临近，师傅出关频繁，心境不稳，万一……所以师兄，你让我砍树的另一个目的，就是制造第2套渡劫方案的这个法拉，法野鸟笼。
你不要小看我在9年义务教育下的成果。此物在师父渡劫时自有妙用。如此看来，此次师父渡劫定是万无一失。这是师父的天劫。师父不在山中，师父此时不告而别，他定是怀着必死之心离开的。师妹，走，先找到师父，必须将容仙丹和法叶鸟笼交给他。若被这雷光击中，你们会灰飞烟灭的。师妹，你在这里等候。师兄，师父会活着回来的，对吧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师父。长寿，为师天劫将至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快回去！弟子有办法助师父渡劫。为师的状况自己很清楚，你快带着灵儿回去。今后小琼峰就交给你打理了。我之前已央求过几个相熟的同门，平日多来帮扶。师父怀有必死之心，定会被天道认为道心不稳，怕是连第1道天雷也不能度过。为师让你回去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平日的谨小慎微去哪儿了？这天雷不比寻常，以你的修为，一击之下必死无疑。到那时，你让为师如何心安？还有灵娥怎么办？谁来照顾你师妹呀？师父养育弟子，教导弟子100年，并引弟子入道，多年来从未有过苛责。弟子现在唯一能为师父做的，就是在天劫下为您挣得一线生机。你这又是何苦啊？仙门怎么走？多谢。等等。现在想来，这雷云虽有压迫感，却非天威，所以刚才不是师父的天劫吗？为师也是第一次渡劫，没经验嘛。这么快就动手，龙族想做什么？忘情上人的3元玄火功法真绝妙，若能习得1、2，无论炼丹还是强身健体，都大有助益。师兄，我是不是闯下大祸了？什么？
虾妖怎么突然变成了东海水君？事有蹊跷。师兄，师父。师父雷劫已至，必须马上回小琼峰，启动避雷方案。他道基残损，如何敌得过重重天雷？师兄，这次是真的天劫，没错吧？根据云的面积和厚度计算，大约有4道天雷。这么多！天雷就要落下，你们别管为师了，都回去！把为师关起来做什么？这是何物啊？一种抵御天雷的法宝，名唤法眼鸟笼。师父待在里面，不要走动，不要接触围栏。快走，别白费力气了！天雷不会被任何法宝阻隔。法拉第老爷，科学避雷就靠你了。成功了！我没事，天雷也消失了。这笼子竟如此神奇！怎么办？法眼鸟笼毁了。挡住了第1道天雷，也算不错。接下来只要让师父服下丹药，就能平安渡劫。师父身上怎么没有丝毫仙灵气息？难道是因为没有正面承受天劫？糟糕，没有仙灵之力，师父服下融仙丹的瞬间，就会形神俱灭。天劫本该由渡劫者一力承担，容不得投机取巧。剩下的天雷，让为师自己来。仙灵气息出现了。师父，弟子有宝药，可助您渡过天劫。莫要浪费，留着你和灵娥渡劫使用。师父！您的道基尚未修复，连受2道天雷已是极限，不可勉强。道基又如何？既是天命所为，贫道愿赴死一搏。天道，我绝不会躺在地上求饶，徒儿们就在一旁看着。哪怕他们的师父不中用，不能像忘情上人一样给弟子庇护，贫道也要站着死。
他们最后的荣光。这就是人族炼器师的气概，也是贫道的向道之心。不好，师父想要以身殉道。长寿！弟子与师妹千辛万苦炼制宝药，只求师父活下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躲开！百年教养恩情，弟子心中早已将师父视若父母一般。为人子女，如何能眼睁睁望着至亲消陨？师父，为了我们活下去吧！为师尽全力拼这一次。来吧，让贫道见见最后一道天雷。我怎么化掉了？道祖在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师父他……等等，再等等，还能另外奖赏破天风秘籍。怎么样，东海大会，考虑一下。若能得到3元玄火，对我渡劫确实大有裨益。弟子修行尚浅，恐怕要辜负师伯美意了。师侄谦虚了，我知你精于炼毒。你之前给灵娥炼的那个叫什么丹来着？容仙丹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先是去北周找到了容仙丹的重要原材料，又设计获得了万长老的千毒百金炉，最后又哄骗小九为你炼制。我说的可对？这……师兄怎么办啊？快想想办法呀！果然瞒不过师伯，长寿确实炼制了容仙丹。师兄，这是弟子的炼丹笔记，
详细记载了熔仙丹的配方及炼制流程。因师傅道基有损，弟子不忍见师傅命丧天劫之下，于是铤而走险，炼制禁药。唉，完蛋了，九无师伯全知道了。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！救命，太窒息了！啊，师兄！啊！师兄！啊！他顿悟了。范虚六阶，好小子！我竟然又顿悟了。什么情况？罢了，熔仙丹一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东海大会你必须去，否则我治你一个私炼禁药之罪。弟子领命。师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熔仙丹主要成分三精碧波蛇蛇头。我故意将错误的炼丹笔记交给九巫师伯，因此他断定我有心无力，并没有炼制出真正的熔仙丹。那刚才的顿悟，顿悟是真，修为是假。哇，龙宫可真气派。是啊。风雨术，风雨术不仅是一种传音艺术，还可以自行接纳周遭讯息。优点是不会耗损神魂之力，缺点是各类讯息一拥而入，需要甄别。刚才究竟是谁在暗中观察毒心啊？就是他了，看上去不像是普通龙族子弟。他看我干什么？难道是察觉了我的风雨术？哎呀，不应该啊！风雨术不耗神魂之力，并不会惊扰对方。算了算了，保持低调。哼，龙族现状的确堪忧。经龙凤麒麟三族大战后，龙族气运折损，大不如前。如今天道大兴人族，道门三教盛行，他们却好似还沉浸在往日迷梦中。我宣布，第一场人龙打擂正式开始。你与本太子切磋一二。你与本太子切磋一二。二太子，你是要与我长寿师侄切磋吗？不错，让他上场吧。
欺人太甚！此战绝不能赢，否则比试时气息稍有不稳，就会突破到归道境巅峰。随之而来的，便是成仙天劫。你，二太子，长寿自知修为浅薄，不是您的对手，还请殿下另择他人。师叔，弟子愿带长寿师兄上场。我就选定你了。如此推脱，不如让你们师门仙长直接向龙宫跪拜认输。唉，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这次比试以水莲台为界，退到外围即为认输，双方点到为止。且慢！怎么了，二太子？你我不如转个文斗？废话太多，看打！龙宫大道云集，稍有不慎就会暴露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有龙探云步。离火为引，赤焰化蛇。此招虽展现出了小兽兽反虚2阶的极限实力，不过以二太子的修为，应该轻轻松松就能夺。啊，打中了！二太子大意了。反正不管怎样，小兽兽是赚到了。连殿下的仙甲都没破开，这蛊惑也不过如此。殿下注意躲避呀！二太子轻敌失了先手，接下来定会谨慎对战。长寿再想伤他就难了。好厉害的符法！再来！趁现在降低术法威力，只要这个敖乙一反击。符引旋风，起！这怎么可能？干得漂亮！哼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等下就让尔等见识一下我远古最强女族真正的实力。小兽兽，一鼓作气，好好在台上展示下什么叫楼外有人。这不应该啊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不对，他想输，但为什么呢？这位二太子怕是想故意受伤输掉比赛，好借此让龙宫对赌仙门发难。眼下若想解此困局，并保住赌仙门颜面，最好是让长寿打成平局或惜败给二太子。长寿绝不能赢。不愧是天仙的高度和眼界，竟能看破背后这样歹毒的奸计。只是，若龙宫真的想用敖乙受伤来生事，为何非要选择我这样一个最弱的弟子？躲不掉了。奇怪，此拳并无太多威力。无论如何，先设法退出水莲台。你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呀！不过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好强的后劲！
比试还没结束呢。我都被打出台了，你竟然还不放过！殿下不仅招式精妙，连武德都这么高尚。这怎么看都像是要把小兽兽拉回去痛扁一顿啊！不过刚刚那招真的隐藏了后劲儿吗？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？长寿尽力了，现在也顾不得我渡仙门颜面了。长寿，无论如何必须输掉比试，哪怕输得难看也无妨。是时候展现我精湛的演技了。接下来一决胜负吧！我会让你领略到龙族真正的手段。去死吧！无影震雷，妙法归一。这么狠，完全不留余地。你不要低估本太子的决心。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若长寿赢了，那这次的麻烦就大了。殿下，龙族的威严靠你来维护了。脚跟挪出边界约有1寸，渡仙门输啦！殿下好帅好帅呀！长寿师兄输的也太难看了，果然还是输了。你们殿下一个脚都踏出来了，你这分明就是黑。长寿果然是可造之材，深谙输赢之道。我就知道，身为这一代中最强的龙，殿下是绝对不会输给人族的。既然战局已定，那是时候谈一下东海之滨土地划分的事。殿下放心，此战我龙宫必胜无疑。既然你们还有异议，那就接着打。还不死心？失策，不由自主就挡住了。这攻击看似朝外，实则是将力道回转自身。难道他想，即使没人懂得本太子的决心，我也绝不放弃。哪怕是自震元神，你终究还是输我一筹。完了！敖乙千方百计要输给我这个渡仙门最弱之人，是想反向羞辱龙族，从而扭转族中不良风气。只可惜，没人明白他的心思。抓住他！不妙，我的境界快压不住了。混账！竟敢伤殿下元神！弟子修为不过反虚境，如何能伤人元神？还请诸位明鉴。突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
快被成仙天劫锁定了，得赶紧离开才行。谢将军，他说的不错，殿下是因为自身法力太强，运转时出了差错，才震伤元神。多加修养，便可痊愈。不愧是殿下，法力尽强横至此。快带殿下回房休息。我还没有输。陈董，宗龙血脉绝不会输。谢将军可别说了，给你们二太子留口气吧。等等，我也可以装伤退杀。长寿师兄，你的伤势如何？无碍。哎呀，伤成这样还逞什么强？那二太子实在太过分，摆明要欺负人才故意选了长寿。玄雅，咱们一会儿为他报仇，让那些龙子龙孙知道渡仙门的厉害。99失职，速送他回渡仙门养伤。不可以，万一途中突然渡劫就麻烦了。啊！弟子斗胆，请师叔留下，让弟子独自回门。东海大会波诡云谲，每少一人，仙门便多一分危险。若因弟子之私而令师门陷入险境，弟子万死难辞其咎。长寿，你……长寿师兄，当真是大仁大义的君子。如此，便依你所言。小九，将3元玄火传给他。喏，师傅让我给你，这功法能强化神魂和道躯，对你养伤极有好处。总算到手了，渡过天劫的把握又多了1成。多谢忘情师伯祖。劫运已经开始聚集了，来得这么快吗？此处距离渡仙门5000里，距离东海逾万里，龙宫应当探查不到天劫的动静。糟糕，妆化了！果然，易容术和幻形术还是容易出差错，再加上防水特效妆，才算3重保险。这个岛屿虽然足够隐蔽，但结构复杂，藏身之地反而太多了。不妥。这里构造简单，不会引起旁人注意。海流有点不对劲。海下竟有洞窟，还有天然的逃生通道，倒是个渡劫的好地方。哇！不对，我吃的是什么？药！龙宫居然在此设伏，好险，差点中计了。又龙抗药性都这么强，看来软仙散还要改进配方。符阵，水源惊天印。
好快的盾法！狡诈的人族，偷袭！还下毒！不对，是酒。这声音是敖乙，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难不成他打算到道门拜师，继续刺激龙族？符咒，一旦有人对敖乙下杀手，就会被符咒锁定元神，遭到龙族追杀。万一龙族发现是人族袭击了他，事情越闹越大，牵扯到我的天劫就不妙了。既不能灭口，又不能放任这个隐患，哼，那就只有不理性洗龙灭迹。调戏师。滚筒式！甩干式！很好，残留的指纹、药物、纸人、法术痕迹都已清理干净。哼，敖乙，你我就此了断因果，往后莫要再见了。虎形盾法，水遁。不愧是大道之力，容不得丝毫伪装。土遁。木遁，
年为了防止意外，多准备了几处渡劫地印记。成仙天劫终于要来了。从师父的渡劫经过来看，表成仙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。道门弟子李长寿，旌旗苍天，弟子诚心立自身之道，称无忧之仙。天苍地明，我道长宁。感念苍天落下成道之劫，降成仙机缘。这样算是礼数周全了吧？好强的道运！难道这就是天道的回应？洪荒无量，劫灭生，唯道是存。李长寿，让吾看看你的道。